人分为4种类型。一、心善手软。这种人往往生活在社会底层，是劳苦大众，可以称之为老好人。他们很听话，内心单纯，没有什么手段。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父母那一辈，他们努力工作，善良一生，结果却贫穷。要记住，面对不同的人，你的仁慈有时会受到感激，有时却会被利用。所以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好人，也不必变成坏人，而是要在好人中做个好人，在坏人中做个坏人。对待好人要讲感情，对待恶人则要有手段，否则你可能会被他们消灭。二、心狠手狠。这种人是典型的愚蠢恶人，通常要么在监狱里，要么即将入狱。叫他们愚蠢是因为，当你喜欢一个女孩时，应该用策略让她自愿接受你，而不是采取极端手段。有些人愚蠢到先伤害再了结，最终自食恶果。如果遇到这种人，务必保持距离，不要傻到和他们争辩。前2种人威胁不大，容易识别。心善手软的人不会对你构成威胁，但也难成大器。心狠手狠的傻瓜也一眼能看出，除非你也是同类，才会互相伤害。我们其他人只需远离他们就好。3、心狠面善。这种人比较复杂，表面仁义，内心却黑暗。他们一上来就称兄道弟，嘴上挂着感情和道德，这时你要格外小心，因为这些可能是他们的武器。他们内心阴暗，所以用外在的仁义来包装自己。真正有深度的人不需要用这些形式来武装自己。我们的表达虽然简单，却真实，因为我们内在丰富，不需要华丽的外表。当然，这只是一般情况，也有些人天生热情，喜欢拉近关系，但这样的例子相对较少。怎么分辨这些人呢？可以通过3个测试： 1. 用钱测试； 2. 用事测试； 3. 用时间测试。举个例子，婚前我想知道我妻子适不适合结婚。恋爱阶段大家都在表现真实的一面，所以我决定用钱和事来测试。具体做法是，我故意租了一个很小的破房子，然后把他带去看看。我想看看他会不会因为房子小而离开。没想到他没有任何负面反应，甚至在那里做饭吃饭，完全不在意房子的问题。这让我明白，他内心单纯善良，对我很真诚，能共度艰难时刻，因此我决定娶她。很多婚姻出现问题，往往是因为婚前没有进行这样的测试。在商战中，企业吸引人才也是如此。如果一个人一来就谈工资，基本上没有什么真材实料。真正有本事的人不会一上来就提工资，他们更关心发展机会，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。那些只为钱而来的人，往往也会因钱而去，竞争对手多给一点，他们就跑了，甚至可能带走你的员工。因此，利益心重的人要小心。并不是说你要对所有亲友都做测试，只有对那些特别重要的人才适合测试。感情是脆弱的，不要随便去试探。第2种是用事来试人。可以给他安排一件事，看看他是否愿意按你的想法去做，并且能否完成。几年前，我有个好朋友约我聚会，他约了时间，结果临近时告诉我有事不能来了。这种人就不值得再交往了，因为他显然不可靠。通过钱可以测试出他在你心中的位置，透过事可以测试一个人的可靠程度。在公司里，如果你想培养一个人，可以让他负责一些任务，看看他是否能按照你的要求完成，之后再给他更多的任务，只有每次都能做到的人才值得重用。第3种是用时间来测试。我们常说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用钱和事测试都可以，但还需观察一段时间。任何虚情假意的人都逃不过时间的考验，最终会露出马脚。有些人一接触就觉得非常好，就像喝可乐一样爽，但不要太早高兴，很可能他们只是表面功夫，真正的本质会慢慢显露。还有一些人就像咖啡，出场可能不太好，但细品之后却越发香醇。真正的高人都是经过时间考验的。在公司中，
我们在重用人才时，最好从跟随自己时间最长的人中提拔。有些公司喜欢引进外部人才，认为他们更优秀，但这存在一定风险，因为对外部人才的接触时间短，往往不够了解他们的真实面貌，他们可能只是表面光鲜的可乐人。真正好用的人，通常是自己培养出来的，因为他们经历了时间的考验，对你和公司有着坚定的忠诚。第4种人是心善手狠，这是非常厉害的高手，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，拥有菩萨心肠，魔鬼手段。其实，佛和魔在手段上并没有本质区别，关键在于他们的意念。佛用手段来消除恶行，目的是为了善，而魔则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胡作非为。因此，我们要明白，心狠面善的人手段高明，但通常是为了达到自己的恶劣目的，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来获取自己的利益。这种人可能会有阶段性的成功，但无法获得长久的成就，因为时间一久，身边的人就会看透他们，最终离开。而心善手狠的人同样手段高超，但他们用手段来惩治恶人，达到善的目的，以帮助他人来实现自己的长期利益。这种人走的是福道，虽然短期内可能成功较慢，但最终能获得持久的成功，因为他们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，追随他们的人也会越来越多。就像佛祖当年收拾孙悟空，如果他的手段不高于孙悟空，那他早就被压在五行山下了。因此，我们要培养心善手软的人，远离心狠手狠的人，警惕心狠面善的人，努力成为心善手狠的人。在好人中做个好人，在坏人中做个坏人。今天先分享到这里，如果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按赞订阅智慧补丁，超越自我，完善人生。